朋友们，今天世界杯48强扫描说到比利时。2013年左右，当时在国内老 K 看足球周刊，有一期专门讲到了比利时，大概意思呢是说昔日的欧洲红龙，现在世界排名已经快100名了，和中国队也差不多，许多年都打不进欧洲杯和世界杯的决赛圈。但也就是从13年以后，随着阿扎尔、德布劳内、卢卡库、门将库尔图瓦，还有现在的曼城多库，比利时迅速的崛起。但很可惜，几年前他们的黄金一代最终没能有所作为。现在一代人都已经老去，德布劳内、卢卡库已经是暮年，所以本届世界杯老 K 也不看好他们的前景。也许跟过去的前南斯拉夫塞尔维亚队一样，纸面实力或许可以，但水平已经不如当年。2018年世界杯的比利时跟法国队踢也是5-5开的水平，拿到一个季军也算不错了，因为过去葡萄牙的黄金一代还止步小组赛呢。足球是全世界的运动，强队太多，像英格兰、法国、西班牙、德国、阿根廷、巴西，每一年的阵容都很强很强。那么老 K 的足球新闻讲足球只是扯一面大旗，关键是各种有趣的冷知识特别多。还是那句话，看之前希望您先点赞，送上 hype 积分。如果喜欢的话，务必请您订阅，还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亲人朋友。那么说到比利时，老 K 先扯一扯这个国家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华人对欧洲古代的历史不太熟悉，有些人以为比利时是第一代法兼勃艮第的封地，其实非也。843年的凡尔顿条约，查理曼帝国一分为3，东法兰克就是现在德意志的雏形，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主体；西法兰克是法兰西王国的雏形，而中法兰克夹在两者之间，包含洛林、阿尔萨斯、尼德兰、勃艮第东部的大片土地。中法兰克后来又很快的分裂碎片化，洛林低地成为了帝国和法国反复争夺的缓冲区，这也是东西中3个法兰克3个地方纠缠了1000年的源头。所以勃艮第、洛林他们的相关历史、政权和人物千万不要随意的冠以法兼的标签，这完全不符合客观的历史。勃艮第公国、洛林公国是中世纪独立的法理邦国，根本就不属于法兰西固有领土。后来勃艮第分化为2支，法兰西勃艮第以地荣为中心，在法国东部，后来受法兰西国王的册封，成为法王的附庸。低地勃艮第呢，也就是尼德兰勃艮第，靠着历代的公爵兼并，把现代的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连片的纳入了统治，也是比利时成型最重要的阶段。1363年，法王约翰2世封了自己的幼子菲利普为勃艮第公爵，也就是大胆的菲利普，开启了瓦卢瓦勃艮第王朝。菲利普及他的后代又通过了联姻、购买、战争100余年，陆续的吞并弗兰德斯，也就是现在比利时的西法兰德斯；布拉班特，也就是包括布鲁塞尔、安德卫普比利时的核心，还有烈日的周边卢森堡。15世纪中后期，现代比利时国土几乎全部划入了勃艮第公爵领地，布鲁塞尔成为了勃艮第的低地首府，而勃艮第公爵的目标就是要打造独立的勃艮第王国，夹在法国与德国之间立国，因此长期在法王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摇摆结盟。勃艮第并非法国封城的专属，而低地勃艮第的诸多领地法理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不存在身为法国人背叛法国这个说法。况且那个时候民主国家都没有诞生，只有封建的领主效忠的契约。1477年，勃艮第公爵大胆的查理战死，因为他没有男嗣，所以勃艮第领地被拆分。法兰西本土的勃艮第，也就是地荣一带，被法兰西国王吞并，并入了法国，而全部的低地领地，也就是现今比利时加上荷兰加上卢森堡，由大胆查理的女儿玛丽继承。玛丽又嫁给了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家族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比利时从此归入哈布斯堡王朝，也就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成为了哈布斯堡尼德兰。后来洛林公国有一系列的变动，最终并入了法兰西王国。到了西班牙统治时期，哈布斯堡分家，尼德兰、比利时又划归西班牙的哈布斯堡。1568年，著名的尼德兰革命，北方荷兰独立，南方的尼德兰，也就是现在的比利时，留在西班牙，也称西属尼德兰。西班牙王位战争以后，1713年，比利时从西班牙转交给奥地利的哈布斯堡，也就是奥地利尼德兰。1795年，法国又吞并了奥属的尼德兰，吞并了比利时全境。在拿破仑后来战败以后，1815年，
维也纳体系将比利时划归荷兰联合王国。但1830年，比利时通过革命脱离了荷兰。1839年获得国际的承认，正式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荷兰是新教，说荷兰语，而比利时是天主教，南部是说法语和荷兰语的人混居，经济、宗教、立法处处受到了荷兰的压制。而卢森堡呢，原本卢森堡的大公是由荷兰的国王兼任，但1890年因为荷兰国王没有男性的继承人，卢森堡的继承法又不允许女性继位，所以卢森堡彻底脱离了荷兰，单独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大公国，最终形成荷兰、比利时、卢森堡3个独立国家。那么1830年比利时独立，也是因为比利时人当时不满税收、宗教、不满教育上的歧视，发起了布鲁塞尔起义，法国又在暗中的支持。现在的比利时位于欧洲的西北部，大概有点像中国的青海或者新疆，北边接壤了荷兰，东边和德国接壤，东南面和卢森堡接壤，南面和西南面同法国交界。它的西北方向隔着多福尔海峡和英国相望。比利时的陆地面积不大，3万平方公里，人口接近1200万。公元前，这里就有凯尔特族的比利奇人在此居住，此后又先后被罗马人、高卢人、日耳曼人、西班牙、奥地利、法国所统治过。1993年，比利时完成了国家体制改革，正式实行君主立宪的联邦制。有意思的是，比利时在1867年就已经成为永久中立国，可是2次世界大战都被德国占领，这样的中立也是一点用都没有。现在比利时是3个高度自治的大区，北边是弗拉芒大区，南边是瓦隆大区，中部呢是布鲁塞尔首都大区。讲荷兰语的弗拉芒社群大概占人口的 60%， 讲法语的法语社群大概占 40%。 此外，在比利时东部还有一个讲德语的小型社群，人口占全国的大约 1%。 所以这么复杂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比利时国家队长期存在内讧和对立。像他们的首都布鲁塞尔有欧洲首都之称，既是欧盟的总部，也是北约的总部，人口大约125万人，也是 85% 的居民讲法语， 15% 讲荷兰语。但不属于比利时国籍的外籍人员占到了布鲁塞尔人口的1/3。比利时最出名的是巧克力和啤酒，尤其是他们有一个独特发明叫果仁糖 Chocolate Praline， 这是一种空心的巧克力外壳，包裹着柔软的馅料。1912年就已经发明诞生。在布鲁日还有一个关于巧克力故事的博物馆。前2个月老 K 陪儿子去荷兰、比利时、德国踢球，哇，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美丽，老 K 非常喜欢。说到近10几年，比利时之所以在足球方面能够崛起，这离不开他们1999年启动的改革。在2000年，比利时、荷兰合办了欧洲杯，可是东道主比利时却小组赛就出局。况且国内的联赛人才凋零，全国的舆论一边倒的批评，这也倒逼比利时足协落地了全国青训的复兴计划。有趣的是，当时和比利时一样遭遇耻辱的，还有在小组赛垫底的德国队。德国队从那次失利以后，开启了德国整个国家足球重建。于是德国队在8年之后的欧洲杯一炮打响，拿到了亚军。而比利时足球历史上被称作欧洲红魔。在上世纪的80年代，他们拥有恩佐西弗，还有杨瑟勒芒斯，这些都是当时响当当的球星。80年代的比利时足球踢法非常的凶悍，但技术略显粗糙，和当时的西德足球有相似之处。这里老 K 又说个冷知识，其实比利时跟德国人的关系非常好，比利时队一直是德国人的隐匿之爱，是第2主队。德国人在世界杯上除了支持本国之外，大多数德国人都希望比利时队能走得更远，因为2个国家是邻居，而且风格有着惊人的吻合，在许多地方都很相似。2000年以后，比利时足协的技术顾问米歇尔·萨伯伦开始了改革之路，首先就去了法国，去了荷兰和德国各大俱乐部的青训营考察。萨伯伦注意到所有的青年队都踢法比较统一，战术要求流畅自由的4-3-3阵型。考察回国以后，萨伯伦就写了一本册子，明确要求当时比利时的所有34家职业俱乐部全部必须强制性改变青年队的风格，全部都要踢4-3-3。这一下子就抛弃了过往在比利时很流行的传统的德国足球风格。当时改革的压力巨大，萨伯伦走到哪儿都是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任何事情要说服保守派改革那不容易呀。也就是那个时候，萨伯伦完成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他一共拍摄和研究了1500场青年队比赛的录像，终于发现了症结所在。
这里多说一句，萨博伦在2006年发现的青训的问题，跟今日的中国足球一模一样。最近董路带着12岁的孩子在欧洲拿到了一个青训冠军，但在老 K 看来，这一点用都没有，甚至是完全走在了相反的方向上。为什么呢？因为2006年萨博伦发现，比利时当时的青年队教练太重视成绩，有一种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取胜的思想。可是，在青少年球员关键的成长阶段，过度关注成绩，有时候不利于技战术的提高。所以，萨博伦要求青年队必须将成绩第一的成见要丢出去。在7岁组和9岁组的少年队中，甚至取消了联赛的积分榜，因为青少年足球青训的目标根本就不应该是成绩，而应该是球员的提高和发展，应该是以培养球星为目标。当时，萨博伦颠覆传统，许多人不乐意。他成为了比利时媒体甚至整个足协的攻击对象，让他的工作开展非常艰难。而且萨博伦还设定了一个坚定的规则，如果一个球员进入了高一级的年龄组，那么如果他低年龄的国家队还有关键比赛，他不能再回去。举个例子，比如当时的孔帕尼可能在 U19 国青队踢了2场比赛，又到 U21 国青队踢了3场比赛，然后又直接进了一线国家队。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国青队又要踢关键比赛，那么萨博伦拒绝放人，他认为这对青年球员的成长很不利，所以这也当时惹了众怒，在比利时足协许多人炮轰他。另外，萨博伦还有一个壮举，他效仿了法国的克莱方丹基地，在比利时修建了8所全国统一的国家队足球训练基地，球员根据年龄和水平的高低分级。后来许多的一线球星都是从小在这些国家训练中心中一起成长起来。为了打造明日之星，当年比利时在青训中可谓不惜血本。另外再加上另一个因素，1990年前后有一批海外移民到了比利时，这包括了魔兽卢卡库的父母，他的父母曾经是刚果金的战争难民，而卢卡库就在安特卫普出生。还有曼联过去的贾鲁扎伊，他的父母是科索沃难民。贾鲁扎伊出生和受教育都是在比利时，也包括孔帕尼、比利时过去那个邓贝莱，还有费莱尼，这都是非洲移民的后代。他们到了比利时，在更加包容的生长环境中，受到了很好的足球教育。在2012年以前，比利时队中有很大的矛盾，说荷语系的球员和说法语系的球员之间互不来往。但2012年，名将维尔莫茨上任主教练，他蓄意的提拔年轻人，这也让地域语系的冲突暂时消失。于是从2014年世界杯开始，像孔帕尼、菲尔马伦、贾鲁扎伊、阿扎尔、卢卡库、德布劳内等等，这就是黄金一代的比利时球员出现的原因。这里还要提一点，当时的比利时青训为了规避小孩子们由于出生日期不同的劣势，所以在同一个年龄组再分组再拆分，让月龄偏小的球员单独组队和大龄的孩子交手。像库尔图瓦、梅尔滕斯都是由于小时候落选了常规梯队，再从备选选拔队挖出来的天才。所以比利时足球它分为社区加上俱乐部双轨制的青训，这也是他们金字塔选材的底座。底层是社区的业余俱乐部，全国遍地都是廉价的5人制、8人制球场，政府出资建大量的公共球场，6岁的孩子们就近就可以免费踢球，这扩大了选材的基数。在中间层，像安德莱赫特、布鲁日、标准烈日队3大豪门的青训营，深耕青训，14岁的优质苗子就可以转入俱乐部梯队。而在顶层，国家又有8大精英学院，全国跨俱乐部的选拔尖子集中集训，国青队直接从精英学院选人，这打通了从民间到俱乐部再到国字号的全链路。在球员们成才以后，因为比利时紧邻着英国、法国、荷兰和德国，地理上很近，劳工的政策也宽松，16岁到18岁的优秀小妖就可以批量的去英超、去法甲、去荷兰甲级联赛的青训或者一线队练级。成年的球星又可以反哺比利时的青训，担任青训顾问，这就形成了青训造星留洋赚钱，最后反哺青训，良性的循环。所以多说一句，老 K 坚决的反对像董路这样在14岁以前以成绩为核心，以冠军为噱头。大家可以查一查孙兴敏爸爸过去说过的，孙兴敏的父亲孙雄正在15周岁之前都禁止自己的儿子参加任何的正式比赛。当然对比当今欧洲的青训，这样的规则确实太严苛，但孙兴敏爸爸是真正以育人为目的，以培养球星为目的，这才是青训最重要的精髓。千万不能杀鸡取卵，在小时候就要以出成绩为目标，
否则的话，这就会导致所有12岁以前的青训队伍，谁的力量大谁踢球，谁长得高谁长得壮谁踢球。甚至有很多无良的教练，从小就让孩子狂练力量、狂练跑圈、狂练冲刺跑。这种杀鸡取卵，在小时候就不科学的向孩子索要运动能力，那必然会伤害他们在青春期以后，在16岁以后真正的运动能力。多说一句啊，孙兴敏的爸爸孙雄正现在开办的足球学院仍然是同样的规则，所有学员统一在15岁前根本就不踢正式比赛，而且也不练射门。好，说回今年这支比利时队的26人名单，这像是一个老干部带新人的混合队。像库尔图瓦、德布劳内、卢卡库、维特塞尔都是老将压阵，但是蒂勒芒斯、奥纳纳、多库成为了新的骨架。而像费尔南德斯、帕尔多、塞伊斯、彭德斯这些名字则代表着主教练正在赌未来。所以咱们先聚焦比利时的主教练鲁迪加西亚，他在25年1月接替了特德斯科，成为比利时主帅。他上任的背景很清楚，比利时经历了22年世界杯小组就出局，24年欧洲杯16强就出局，欧国联表现也很差。比利时足协就需要一个能够说服老将、安抚更衣室，同时可以更新阵容的教练。所以比利时队在解雇特德斯科1周以后就任命加西亚，这背后的原因是一连串让人非常失望的结果。鲁迪加西亚，法国人，他的履历很丰富，曾经在里尔队、罗马队、马赛队、里昂队，还有沙特利雅得胜利、意大利的那不勒斯。2010到11赛季，他曾经带领里尔队拿下法甲加法国杯的双冠。当时那支里尔队最出名的新星就是后来的阿扎尔。加西亚的战术理念很明确，控球、进攻，夺回球权后要快速反击，以及球队的团队精神。所以加西亚为什么愿意带上多库、特罗萨德、卢克巴基奥、萨勒马克尔斯这类能够转换、能够边路冲击的球员？多说一句，加西亚这个人，他出生在法国，父亲何塞呢却是西班牙的移民后代。他父亲也踢过职业足球，加西亚自己年轻的时候是进攻型的中场，但因为伤病早早的结束了职业球员的生涯，很快就转向了教练工作。他从巴黎的郊区从小成长起来，后来在父亲曾经效力的里尔队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但是加西亚在比利时当主教练，由于他不会说荷兰语，也引发了媒体的担忧。他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还不是战术，而是人事安排，最重要就是解决库尔图瓦的回归问题。2023年，库尔图瓦因为队长的袖标和前任主教练特德斯科彻底闹僵，长期缺席国家队，近2年都没有代表比利时出战过。但加西亚上任后，库尔图瓦顺利回归，但这也带来了第二个矛盾。在库尔图瓦不在这段时间，卡斯特尔斯为比利时守门，可库尔图瓦回来，卡斯特尔斯又退出了国家队。他非常的不满库尔图瓦以这样被欢迎的方式回归，他认为这不符合团队运动的价值。但既然要世界杯嘛，就必须让最强的门将回到球门前。另外，加西亚也重新安排了队长的体系，他任命蒂勒芒斯为比利时新队长，而不是像德布劳内、库尔图瓦以及卢卡库这样更资深的老将。这也标志着比利时从过去黄金一代彻底转向新的核心秩序，这是个标志。还有卢卡库在欧洲杯失意后曾经考虑退出国家队，但被新的技术总监曼纳尔特和主教练加西亚的计划说服，重新投入到国家队的计划。比利时当家球星仍然是德布劳内。那么咱们花重篇幅将德布劳内好好的唠一唠。德布劳内的母亲安妮卡兰特童年的时候曾经在科特迪瓦生活，原因是他的父亲在英国石油公司也就是 BP 工作，被派往了非洲。后来一家人返回欧洲，并选择在伦敦生活。也曾经有一些谣传说他的外公是石油投资商，就这一点老 K 倒没有找到明确的资料佐证。后来德布劳内的母亲安妮和德布劳内的父亲赫尔维格相识，两个人长期在根特和伦敦之间往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德布劳内从小家里面有英语、有法语、有比利时语还有荷兰语的混合文化。德布劳内小时候对英格兰足球、对利物浦还有迈克尔·欧文非常的着迷。他的母亲曾经谈到，小德布劳内从2岁半左右就非常酷爱运动，父母只给他提了一个条件，你一旦选择一项运动，就必须把当个赛季坚持完，必须咬紧牙关。这样的家教也能解释后来德布劳内的性格，既很安静不爱社交，但在足球领域却极端的较真。他就是一个从小被教育成要把一件事情做到底的人。后来德布劳内最早在 KVV 的 Rangen 踢球，然后又被根特队邀请试训，
但当时教练并没有被他的技术完全说服，只给了他1年试训的机会。但3周以后，德布劳内就被提到了更高水平的队伍，最后进入了全国级别的比赛。这说明，即使天才如德布劳内，也不是当年第一眼就能让所有人都跪下。有时候还是得先拿到一张试用卷，然后慢慢的磨练自己的水平，展现自己的技术。1998年世界杯英格兰对阿根廷那一场比赛，迈克尔·欧文的进球让小德布劳内印象极为深刻。他因为家人在英格兰也支持过利物浦，又喜欢欧文，而且欧文个子不高，速度很快，这很像小时候的他自己。14岁的时候，德布劳内为了踢球不得不离开家，去2个小时车程外的亨克青训。他先是住在宿舍，后来住进了一家寄宿家庭。但假期结束以后，母亲哭着告诉他，寄宿家庭不再想让他回去了，因为他太安静，而且难以相处，又不太会表达。听完母亲的哭诉后，德布劳内非常郁闷，抓起足球就到院子里去踢墙壁，边踢心里面边告诉自己2个月后一定要进入一线队。于是新赛季的第1场球，他下半场替补登场，45分钟却打进了5个进球，之后2个月内就升进了亨克1线队。但德布劳内小时候也许性格确实比较较真儿，他在青训和青年队的时候已经非常的挑剔，甚至经常抱怨训练的场地，抱怨队友的跑位，抱怨训练的质量。但当时的比利时青年队教练回忆，德布劳内并不是为了耍脾气，而是他要求自己，要求队友，要求环境都要达到最高的标准。2012年，切尔西将19岁的德布劳内租借到德甲的云达不莱梅。德布劳内第一次亮相的时候就说，我想更多的踢比赛，让自己继续发展。在不莱梅，他成为了球队保级的关键球员，贡献了8个进球9个助攻，这还只是个中场而已。后来回到切尔西，正值穆里尼奥2进攻，但德布劳内和穆里尼奥真正深入的交流很少。有一次，主教练穆里尼奥将他的数据列出来，说他只有1次助攻0个进球，有10次抢回球权。德布劳内的脾气很冲，立刻指出这是因为自己的出场太少，其他的球员出场更多。最后德布劳内坚持要离开切尔西，因为他最想要的是上场的机会。那一年的切尔西替补席上有德布劳内，也有年轻的萨拉赫，最后这俩都被穆里尼奥给淘汰，但也确实公平。当时切尔西左路固定是阿扎尔，右路有威廉，还有许尔勒，后期还有夸德拉多。而在中场位置，奥斯卡是铁打不动的主力，另外胡安马塔、拉米雷斯，后来还加盟了法布雷加斯。德布劳内和萨拉赫并不是强行被开除，而是主动要求离队，要拿到稳定的主力机会。穆里尼奥当时原本倾向于租借练级，但球员拒绝继续漂泊的租借生涯，这才不得已卖掉。当年的切尔西目标是冲击英超冠军加上欧冠冠军，优先选用技战力的球星，不会因为年轻的德布劳内和年轻的萨拉赫牺牲成绩练新人。于是2014年，德布劳内返回德甲，加盟沃尔夫斯堡。14到15赛季，他在德甲和德国杯打出了爆炸性的表现，带领球队获得德甲亚军、德国杯冠军，还被评为德国足球先生。整个历史上，他也是少数能够拿到这个奖的外籍球员之一。2015年，曼城官方高调宣布签下德布劳内。当时的主教练佩莱格里尼说，德布劳内具备加盟曼城所需的心理、身体、战术和技术。他刚来曼城，当时的球迷和媒体还抱怨还质疑，说他过来的转会费太高。但多年以后我们看一看，当时的7600万欧元的转会费是真的便宜呀。那么这里有个小故事，在加盟曼城以前，当时孔帕尼一直给德布劳内发消息，因为2个人都是比利时国家队的队友嘛。孔帕尼告诉他，曼城正在建立一个大项目，要他一定来参与。所以现在看来，队长孔帕尼的判断是对的。德布劳内来了之后，更重要的人瓜迪奥拉随后也来了。在德布劳内2021年当时和曼城续约的时候，他曾经说，瓜迪奥拉和我看待足球的方式是一样的。后来瓜迪奥拉也多次称，德布劳内就是曼城的传奇，是俱乐部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另外冷知识德布劳内刚刚来曼城，他当时先是看了许多英国小报对斯特林的报道，对斯特林有所误解，但真正到了曼城认识以后，他发现斯特林是最谦逊、最友善的人之一，而且2个人的孩子出生时间很接近，这让2个家庭的关系走得更近。不过老 K 多说一句丁丁德布劳内给斯特林传了那么多球，快乐男孩却浪费了那么多球，嗨。好，在国家队，德布劳内是2010年对阵芬兰队的时候完成了国家队首秀。23年阿扎尔退出国家队，德布劳内被任命为队长。
24年，他迎来了国家队100场的里程碑，现在代表国家队117次出场，36个进球。4年前的22年世界杯前，当时德布劳内就曾经说过，比利时夺冠机会不大，因为球队已经太老了。当时这句话引发了队内和媒体的争议，维尔通亨更是用讽刺的方式进行了回应。当时的德布劳内只能更委婉地解释道，2018年可能是那代比利时球员夺取世界杯的最佳机会，所以这孩子呀，真的太实诚、太诚实，甚至诚实的有些太硬。那么德布劳内2017年和米凯莱结婚，已经生了多个孩子，婚姻很美满。但关于他最有趣的是过去前女友和库尔图瓦的故事。库尔图瓦现在23年已经和以色列的模特米歇尔完婚，但当年他们之间夹着一个卡洛琳。德布劳内2012年加盟切尔西，库尔图瓦是2011年就到了切尔西，两个人年龄差不多，又是比利时的老乡，到了切尔西很快成为最要好的朋友。当时德布劳内的女朋友叫卡洛琳，据卡洛琳后来自己爆料一切是因为德布劳内先出轨，和自己的闺蜜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于是作为报复，卡洛琳决定找到德布劳内最好的朋友库尔图瓦。而且卡洛琳还说呀，德布劳内的父母当时明明知道儿子有不轨的行为，非但不予批评教育，反而威胁卡洛琳不能把这事儿对外公布，否则会采取法律行动。当然真相具体如何，只有当事人才清楚。2012年门将库尔图瓦效力切尔西，但为了获得更多出场时间，被租借到西甲的马德里竞技。据说当时德布劳内在卡洛琳的父母家里和卡洛琳大吵了一架，卡洛琳便决定要去西班牙马德里散散心，所以德布劳内好兄弟的库尔图瓦接待了嫂子，他耐心地倾听了卡洛琳的抱怨，还给女孩做了一顿美味的晚餐。后来身高达到1.99米的库尔图瓦和卡洛琳发生了不可描述之事，后来两人还一直暗通款曲，还在网上互传不可描述的照片。德布劳内后来发现后气得头都炸掉了，公开表示和库尔图瓦永远不做朋友。当时两个人回到国家队训练比赛，也刻意的回避交流，但最后两个人结婚的妻子名字却都叫米歇尔。后来前女友卡洛琳也嫁给了一个叫林德洛夫的人当然不是曼联的那个球员林德洛夫。过去的终于过去了，虽然德布劳内和库尔图瓦曾经多年没有讲过话，但最终还是和好了。库尔图瓦和德布劳内两家人后来还一起去沙滩放松。过去的都过去了，时间可以抚平伤口。那么去年夏天德布劳内加盟那不勒斯，主教练孔蒂认为他还有许多东西可以贡献，但是到了那不勒斯，他和孔蒂在战术方面发生了许多争论。被教练换下场后，德布劳内公开的不满，孔蒂也有所回应。上个月孔蒂离任后，德布劳内公开表达孔蒂早该走了，所以接下来下个赛季的那不勒斯，德布劳内会发挥什么作用，这很值得大家期待。德布劳内的技术特点大家很熟悉了，他在右侧的内部区域是真正的传球大师，他不是那种传统的10号位，他可以在禁区角附近送出精妙的低平球、斜传和倒三角传球，也可以在中场偏右的位置直接传球打对方身后。他是那种看到机会就能一个传球刺穿对方防线的人。另外，德布劳内的推进不是那种花哨的过人，而是大步流星式的推进，强节奏带球。他总是能够带球逼迫对方的防线后退，一旦对方中后卫、边后卫犹豫，他就能将直塞球送到门将和后卫之间。还有德布劳内的传中球速极快，是一种带有射门味道的传中。他的传中不像是在找队友，更像是把球送到进球最会发生的空间。最后就是他的远射和定位球能力，从在亨克队的左路、中路的自由攻击手，到去了不莱梅成为攻击型中场边中结合，再到沃尔夫斯堡成为前腰和自由的组织核心。在曼城佩莱格里尼手下，德布劳内是前场的多面手。在瓜迪奥拉时代，他是右侧内部区域的8号位，是推进型的组织者。如今在那不勒斯队年龄已经偏大，他是创造型的中场，而在比利时国家队是球队组织的核心。德布劳内不是那种靠激情带队的领袖，他更像是一个可以把比赛拆成线路图的工程师，哪里有人，哪里有空当，哪里需要一脚的提前量，他都能够精准的决策。但尴尬的在于，已经34岁的身体不再像过去曼城巅峰时期那样可以连续的输出，但如今比利时在最后30米区域仍然离不开德布劳内的传球和判断。2026年德布劳内的最后一舞，首先我们希望他能保持健康。比利时第2位球员卢卡库，历史最强射手，也是比利时最大的赌注。
他过去的整个赛季几乎就没怎么踢球，没有在那不勒斯首发过，只有替补出场和1次进球的记录。但作为比利时历史最佳射手，主教练加西亚选择赌卢卡库的恢复。在6月2日的热身赛，比利时2-0克罗地亚的比赛，卢卡库替补出场，打进了国家队第90个球。但是对他，我们必须要降温，千万不能冒进。卢卡库如果能找回最佳状态，比利时队将迅速恢复到世界一流强队的底色。OK， 第3位，超级门将库尔图瓦，当今世界技战力最强的门神。库尔图瓦出生于比利时的布雷，早年在亨克青训，从左后卫改踢门将，后来效力过切尔西、马竞和皇马。2018年世界杯，库尔图瓦拿到了金手套，并且帮助比利时拿到了队史世界杯最佳成绩第3名。现在从竞技角度看，他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强的门将。但是在队内的关系，他的回归让卡斯特尔斯退出，也让媒体反复讨论国家队的规则是否应该被巨星所改写。但无论怎样，库尔图瓦依然是比利时一扇豪华的防盗门，只要他站在那里，所有的后卫心里就踏实。最关键的，拿出好成绩才是这支国家队最重要的。第4位球员，咱们不得不提到曼城的多库，他是比利时队从传控的黄金一代彻底转向爆破型新一代的代表。如今多库的盘带已经越来越像国家队最致命的武器，而多库的成长故事也很有趣。在未来世界杯期间，说到比利时的时候，老 K 再详细道来。他少年时期曾经被利物浦队看中，克洛普当时希望签下他，但最终留在安德莱赫特继续成长，后来去到了雷恩，再加盟曼城。他是从红军利物浦手中溜走的比利时超级天才。第5位，蒂勒曼斯。蒂勒曼斯是这支比利时队的桥，他的年龄不大不小，射门流量也不算最高，但主教练选择把队长袖标交给他，因为大家对他当队长有很强的共识。蒂勒曼斯出自安德莱赫特，16岁就已经在欧冠登场，他也是比利时少年天才体系的代表人物。过去曾经经历过摩纳哥队、莱斯特城队、阿斯顿维拉队。2021年的足总杯决赛，他为莱斯特打进制胜球。每到大场面，他的表现往往更好。这样的大场面先生的属性，也是他能当队长的原因之一。比利时第6位球员阿马杜·奥纳纳，这可不是曼联过去那个门将奥纳纳。2026年6月，比利时对阵克罗地亚的热身赛，主教练让阿马杜·奥纳纳客串中后卫。比赛中他对此非常的适应。这个球员过去出生在塞内加尔，父亲却有卡麦隆的背景。11岁，他随母亲和妹妹来到了布鲁塞尔。他会多种语言，也做音乐。刚开始到比利时，他母亲租房都很困难，但只为了给孩子们更好的机会。所以奥纳纳的身上也有现代比利时的色彩，来自于移民家庭，在布鲁塞尔成长，能说多种语言，身体条件顶级。好的，这一支比利时队的名单最引人关注的是阿贾克斯的新星米卡戈茨无缘世界杯。本赛季的表现虽然非常亮眼，但最终仍然被主教练排除，这也引发了媒体的讨论。为什么要选卢克巴基奥？为什么不选戈茨？当然已经木已成舟，未来咱们就看看卢克巴基奥的表现对不对得起主教练的信任。这一次德布劳内、卢卡库、库尔图瓦、维特塞尔都是第4次征战世界杯，他们也象征着过去黄金一代最后的残影。比利时这一次欧洲区预选赛8场球5胜3平直接晋级，而过去1年主教练加西亚的战术更接近4-3-3或者4-2-3-1。但最近的热身赛，他也做了一些重要的实验。对阵克罗地亚，他尝试让阿马杜·奥纳纳回撤到3中卫体系，这也是从常规的4-3-3切换出来的战术的实验。奥纳纳可以在泰特和恩戈伊身边踢中后卫，效果也被主教练认可。那他们常规的进攻节奏主要是由边路的多库单点爆破，德布劳内在内部区域或者中路寻找最后一传，迪勒曼斯负责节奏和2点球，奥纳纳负责防守的覆盖。而锋线上，如果卢卡库不能首发，那么德凯、特拉雷、特罗萨德、卢克巴基奥还有费尔南德斯·帕尔多都可能轮流顶上。比利时队最大的不稳定是他们的防守结构，中后卫的组合，像德巴斯特、泰特、德温特、梅赫莱、恩戈伊都有机会，但却没有2018年当时阿尔德、维雷尔德加上维尔通亨那种长期的默契，所以主教练才想尝试用奥纳纳打中后卫，本质上是给淘汰赛做准备。面对强队的时候，这也是一种防线上打上补丁的做法。那么定位球方面，比利时有明显的身高优势，奥纳纳、德巴斯特、泰特、卢卡库、德凯特拉雷都能争顶，而德布劳内、蒂勒曼斯、特罗萨德的主罚定位球水平都很高。
首发的预测方面，老 K 认为4-2-3-1比较稳妥，门将库尔图瓦，后防线卡斯塔涅德巴斯特、泰特德屈佩，双后腰奥纳纳、迪勒曼斯，中场多库、德布劳内、特罗萨德，锋线卢卡库或者德凯特拉雷。这支球队的优点在于，第一，经验还在。库尔图瓦、德布劳内、卢卡库和维特塞尔经历过4次大赛。要知道，世界杯就像2006年的意大利和法国齐达内，经验往往是最重要的。如今他们这一次征战身上的压力反而比过去小。第二个优点，比利时的中场比球迷想象中更厚。迪勒曼斯是队长，奥纳纳是防守的核心，德布劳内仍然能够提供创造力，还有拉斯金、瓦纳肯、维特塞尔都能补充不同的属性。第三大优点，比利时的边路爆点非常强，多库是最直接的核武器，他能够直接改变比赛的速度，还有特罗萨德、萨勒马克尔斯、卢克巴基奥都能在不同节奏下提供边路或者内部的威胁。第四个优点，比利时的分组相对友好，他们这次和埃及、伊朗、新西兰同组，也是欧洲球队里相对容易的前卫，低调的进入淘汰赛难度应该不大。但比利时队同样有几个很大的缺点，第一就是卢卡库的状态，如果他只能替补打20分钟左右，那么比利时禁区的支点能力会明显下降。而主教练加西亚已经公开的提醒外界，千万不要急着认为卢卡库已经完全恢复。第二，防线上完全没有黄金一代过去的稳定，维尔通亨、阿尔德维勒尔德、孔帕尼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的中后卫用什么组合仍然在尝试，但对威尔士打出了4-3的比分，这就是最大的警报。第三点，更衣室内过去曾经有裂痕，像库尔图瓦的回归、卡斯特尔斯的退出、队长的更替，这些对比利时来说都不是小新闻，只是主教练暂时把他们压住了。但在世界杯的高压环境下，旧话题很可能被媒体放大。第四，黄金一代失败的故事仍然压在舆论上。虽然2018年拿到了第3名，这是高峰，但22年小组出局，24年16强出局，外界过去不断追问，这一届比利时这一代人为什么没有拿过冠军呢？但老 K 认为现在期待反而降低了，反而可能让球队轻装上阵。那么这一次的比利时队既像最后一舞，同时也像年轻一代球员的第一堂课。如果卢卡库能恢复，库尔图瓦能够镇住后场，多库能够持续的爆点，那在淘汰赛阶段，比利时可能是最不让人舒服的对手之一。但如果中后卫的组合不稳定，老将的身体跟不上，那么比利时也很可能重复过去那种看上去很强，关键时候却总是差一口气的老剧本。魔兽中锋卢卡库，他在3届世界杯打进过5个球，是比利时队史并列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但是上届世界杯，卢卡库给大家留下的却是单场4次连续错失良机的表现。所以比利时队也许上限很高，但同样也可能下限很低。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重要新闻阶段。首先，哥伦比亚拉丁天后夏奇拉将在墨西哥的开幕式上献唱本届赛事的官方主题曲《达伊达伊》。这个歌名取自意大利语，意思是出发或者加油。另外，在7月20日的世界杯决赛期间，夏奇拉还会和麦当娜，还会和韩国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一起领衔演出像超级碗一样的中场秀。好，这2天皇马主席的竞选如火如荼，到了白热化。老佛爷已经宣布，我会将1.5亿欧元报价某一位中前场的巨星，他是属于 C 罗、齐达内那个级别的。老佛爷据说已经确认，这个球员不是来自英超，但也不是拜仁的奥里塞或者哈里凯恩。但他虽然这么说了，各种媒体却相继报道说，皇家马德里在弗洛伦蒂诺当选后，将发起一笔大胆的1.5亿欧元的报价，直接追求拜仁的奥里塞，但拜仁肯定会全力的留住这位法国国脚。另外，皇马对大巴黎的球员若昂内维斯也确实有些兴趣，但为了老佛爷赢得投票，奥里塞才是首要目标。而且主教练穆里尼奥也已经明确，自己就想要奥里塞。最新的消息，老佛爷计划在周2就会为奥里塞送上1.5亿欧元的报价。但上个月，拜仁垂帘听政的名誉主席赫内斯曾经表示，绝无出售奥里塞的可能，即便是2亿欧元也不行。拜仁的高层意见空前的一致，奥里塞就是非卖品。但球员和他的团队一直喜欢保持低调，就像过去加盟拜仁时候一样，所以皇家马德里将对他全力以赴的尝试。另外，切尔西对拉科鲁尼亚的佩克发起了7000万欧元的报价，却被拒绝。拉科鲁尼亚直接要价1.4个亿欧元。23岁的佩克在德转的身价只有2500万欧元，
他本赛季出场39次，贡献了11个球10个助攻。他的合同已经签到2030年到期。那么伦敦的托特纳姆热刺已经官方宣布，前利物浦的边后卫罗伯逊自由身加盟。好，轻松一下，亚马尔的新女友加西亚最近出席活动接受采访，说自己目前正处于人生中最快乐的阶段。他说，我状态很好，我非常开心，我也非常平静。能伤害你的不是那些想伤害你的人，而是那些有能力伤害你的人。他们冒犯不到我。我认为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无聊，而我并不无聊，所以我既不看也不想看，我很平静，仅此而已。我非常开心，非常平静，充分的享受生活，也在全力的工作。这就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阶段。这个女孩子属于越看越好看的类型，确实比亚马尔阿根廷那个前女友要长得更漂亮。最近亚马尔也佩戴了一款定制的项链，项链的设计灵感很明显，源自他标志性的304庆祝的手势。他最近已经当选25到26赛季西甲联赛年度最佳球员，16个进球，12次助攻，28场比赛制造了28粒进球。另外哥伦比亚这边 J 罗在出征的仪式上，在握手致意的环节看见了总统的女儿提出的合影请求，但没有做回应。当时哥伦比亚总统带着女儿亲自到场，哈哈，也不知道 J 罗是不是没听清楚，他忽略了17岁的总统女儿这个画面，现在在部分球迷群体中引发了争议，话题正在哥伦比亚国内持续发酵。而另一边，曼城中场罗德里现在跟马竞传出绯闻。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直接谈到，我从小的梦想就是为马竞踢球，西蒙尼非常清楚我的优点和缺点。我一直在谈论西蒙尼传达的那种竞争的基因，在无球的部分，在侵略性还有战术层面，他非常知道如何改善我的缺点。我对他深深的钦佩，而且我们至今仍然保持联系。现在看来罗德里想回到马德里是真的，但可能不去皇马，去马竞的可能性更大。还有曼城的格瓦迪奥尔，因为瓜迪奥拉离任，所以想转会，但如果出售，曼城的要价不会低于9000万欧元。格瓦迪奥尔和曼城的合同要到28年才到期，合同还有2年。而关于切尔西的库库雷利亚，马竞不会卷入竞价战，想签下库库雷利亚至少得花7000万欧元，这个价格已经超出了马竞的预算。而且在哈维·阿隆索来了之后，库库雷利亚的离队也并非板上钉钉。好，阿根廷方面，小蜘蛛阿尔瓦雷斯，他的脚踝接受了腹血小板血浆的注射疗法，这种疗法在运动医学领域应用广泛，这是为了缓解在欧冠对阵阿森纳一战所造成的脚踝伤病的疼痛。球队方面预估，经过了今天的注射治疗以后，阿尔瓦雷斯的疼痛感将会逐步减轻，他的脚踝伤势一直没有痊愈，目前仍然处在伤病的恢复期，这也给今年阿根廷的征程蒙上了一层阴影。梅西、阿尔瓦雷斯、尼科帕斯、大马丁内斯都有问题。在转会方面，马德里竞技不愿意将小蜘蛛卖给巴塞罗那，而小蜘蛛呢，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离开马竞加盟巴萨。虽然大巴黎和阿森纳也抛出了橄榄枝，但球员目前只考虑在今年夏天去巴萨。现在他对马竞管理层漠视自己的未来感到越来越失望，他不明白为什么马竞至今没有对巴塞罗那1亿欧元的报价做出回应，所以球员去意已决，感觉基本是挽留不住了。好的朋友们，感谢您的 hype 积分，感谢您的点赞，希望您喜欢的话可以订阅，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咱们明天再见。